本以为买了运动相机，结果却成了 Vlog 相机。评测就不说了，相机出了这么久，网上很多各式各样的花式评测，各位可以去看。我想说的是，深度体验2个月以来，这款 Ace Pro 2让我有了一种自媒体博主都应该入手一台的感受。为什么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。我们先说，本期视频 Insta360 并没有打钱，相机也是自费购买，所以各位放心观看。原计划是升级一下我自己使用频率不高的运动相机，虽然使用频率不高，但作为一个常驻各项赛事的视频创作者，有一部运动相机还是很有必要性的。秉承着买新不买旧的原则，秉承着品牌尝鲜的原则，秉承着无脑冲 8K 的原则，直接下单。按照运动相机需求买的，计划也是当运动相机用的。或许是因为是一个视频创作者的缘故，有着随身揣相机的习惯。Ace Pro 2毕竟是运动相机，所以体积小的天然优势，自然而然的被我当作口袋机随身携带。毕竟随身揣着一个 8K 翻转屏还可以拍 log 的相机是很安心的。4K 120和运动广角是它作为一款运动相机该有的配置，但反转屏这事儿多多少少让我有了总想拿出来拍段 Vlog 素材的冲动，而且还是 log 下的 Vlog 素材，又可以一键快速拍摄，效率很高，不丢画面，无论你是横幅竖幅都罩得住。如果你确实有同一条素材横竖画幅都需要的使用场景， Ace Pro 2还提供了4:3画幅。我不清楚有多少朋友了解4:3画幅的意义，但你尝试过就会知道，4:3下改束缚视频真的没那么痛苦。声音 Vlog 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，无论是喋喋不休的 talking， 还是需要氛围感拉满的环境音，都需要我们的 Vlog 设备有良好的收音支持。在没有外接设备的条件下， Ace Pro 2给了一个机身自带的麦克风防风罩配件，万万没想到居然是在硬件上的创新设计。因为是物理改变，所以收音效果的确大大的减少了风噪影响。所以在一定意义上，没有严肃创作的 Vlog 需求时， Ace Pro 2确实趁手。如果一定让我说，那一定是有必要的。请问哪个视频创作者不想拥有绝佳的电影感画质？无论这条 log 曲线表现如何，在这种体积还是运动相机的情况下，有 log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王炸的加持。毕竟调色空间大了，风格化才会增加。就像我们总会说，只有人设强的自媒体 IP 才会被人们记住。那么调色风格极强的运动相机画面会不会是一种选择？运动相机的夜景渣画质已经是行业内大家熟知的 bug， 各个品牌方也在努力尝试优化，所以我觉得 AI 的夜景优化加持在这款 Ace Pro 2上还是比较聪明的。无论是用了 AI 的噱头，还是真正的提高了算力，这款设备在夜景表现上确实比同平台产品要好一些，所以夜骑、夜跑圈的朋友们似乎又多了一个选择。其实上面说的内容基本已经脱离了 Ace Pro 2运动相机的本身，但它毕竟还是一部运动相机，所以 4K 120的存在让它有了让我带去各种赛事的冲动。高帧率视频一直都是各项体育赛事的重点，所以无论你是专业亦或非专业人士，哪怕只是单纯的拍摄一个滑雪、冲浪或滑板，打开 4K 120你会瞬间明白什么是运动之美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体育摄影圈 A93、A7S3、FX3 甚至拥有大裁切 4K 120的 FX30 依旧在消费级市场横行。除了高帧率就是防抖，作为运动相机也确实没见过有人会把它装在稳定器上来使用，所以防抖的必要性就来了。这些就是我把 Ace Pro 2的防抖级别开到最高时的手持画面，个人感觉在日常的创作中已经满足了各类需求。所以说 Ace Pro 2作为一款运动相机，它没有忘本。总结 8K 30 4K 120翻转屏，收音物理增强，有 log 易携带，裸机12米防水，耐摔耐造，可拓展辅机位。好了，不妨试试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依旧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